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识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多位医师所著的《最强医生团队教您长寿的方法》这本书。随着进入100岁时代，人们对健康和寿命的关注不断提高。然而，在全球被称为世界上最多卧床不起的国家的日本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每个人都会关注健康寿命的问题。本书将通过日本顶尖的10位名医，结合最新的证据和知识，提供有效的答案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失眠症患者绝对不能做的3个习惯；第二，悬挂健康法的惊人好处；第三，预防认知症的最前线。通过观看这段视频，您将能够避免被世界上充斥的错误健康信息误导，学会基于正确知识的健康长寿方法。请务必看到最后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失眠症患者绝对不能做的3个习惯。大家对于规律生活和作息有怎样的印象呢？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早睡早起是规律生活的标志。然而，根据本书的内容，如果能保持稳定的生活节奏，即使昼夜颠倒也没有问题。但如果每天的睡觉和起床时间不同，或者睡眠时间不规律，这会导致生物钟紊乱，给身体带来负担，反而对健康不利。因此，如果您需要熬夜，就要坚持每天熬夜，并让它成为一种习惯。像是做夜班工作的人，虽然熬夜，但健康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。熬夜听起来可能不好，但如果已经形成习惯，那就不会有问题。关键是要根据自己的生活节奏来调整，这才是过上规律生活的秘诀。不过，在繁忙的生活中，想要每天都保持完全一致的作息时间确实很难，特别是当工作应酬或者有电视节目要看时，难免会熬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该怎么做呢？答案是第2天的起床时间一定要固定。医学上建议优先关注起床时间，而不是入睡时间。只要每天在相同时间起床，晚上自然会感到困倦，作息就能恢复正常。保持稳定的作息节奏对健康长寿至关重要。因此，记住，决定起床时间是长寿的秘诀。此外，规定起床时间还有助于提升大脑的表现。您可以试着比较1周内规定起床时间和不规定起床时间的工作效率，差别一定会非常明显。为了长寿，夜间的睡眠固然重要，午睡也同样关键。结论是在下午3点之前小睡15分钟，可以帮助您比别人活得更长。不过，超过下午3点或午睡超过30分钟是适得其反的。午睡超过30分钟会影响晚上的睡眠质量，导致入睡困难，影响深度睡眠，反而对身体有害。同样，下午3点之后的午睡也不推荐，原因是一样的。请大家注意，如果晚上确实难以入睡，腹式呼吸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。因为当人处于睡眠状态时，副交感神经会占主导作用，控制心跳、呼吸和肠道运动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在睡前有意识地激活副交感神经，就能更容易入睡。推荐的方法是腹式呼吸，通过增加腹部的压力，并将注意力集中在4肢的神经上，慢慢地进行呼吸。这样做15到20次后，4肢的末端会逐渐变得温暖。腹式呼吸有助于全身放松，并引导身体进入副交感神经占主导的状态。相反，睡前绝对不能做的事情是让身体处于兴奋状态，激活交感神经。如果看电视、玩手机或玩游戏，脑部会被激活，导致难以入睡。而且，运动也会提高交感神经活跃度。因此，睡前应避免进行剧烈运动。当通过腹式呼吸使副交感神经占主导后，接下来需要注意的是睡觉时的姿势。为了获得健康的睡眠，最好的姿势是保持脊柱曲线并仰卧。我们在直立时的姿势，脊柱自然弯曲，能够缓解头部的重量，起到缓冲作用。这种自然的脊柱曲线是一种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的正确姿势。因此，睡觉时应尽量保持这种姿势。虽然睡着后很难保持这个姿势，
但入睡时保持这个姿势是很重要的。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枕头的高度，脊柱从头部到颈部的部分叫做颈椎。如果枕头太高或太低，颈椎会弯曲到不正确的角度。如果枕头高度适当，仰卧时颈椎就会保持与站立时相同的角度。因此，要适当调整枕头的高度。然而，对于腰部不好的或打鼾严重的人来说，建议侧睡，因为仰卧可能会加重腰部的负担。而打鼾的人则可能会出现舌根下沉、阻塞气道，影响呼吸。对于这类人，使用抱枕有助于引导他们侧睡。接下来，虽然我们讨论的内容很多，但在本书的最后，我们终于要介绍一位同时是医生和认证心理咨询师的北原雅树医生。他是横滨市立大学的教授，他会分享解决失眠症的方法。失眠症真的很痛苦，白天头脑不清醒，晚上又无法入睡。首先，失眠症患者要做的事情是，床是用来睡觉的，不要在床上做其他事情，躺在床上看电视或在床上看书都不好。北原医生说，尤其是睡前使用手机，是绝对不能做的事情。实际上，床应该是一个只有睡觉功能的神圣地方，并且要将入睡前的行为仪式化。北原医生有一套完整的入睡仪式，他会先洗澡、刷牙、吃药、滴眼药水、调节室内温度、戴上耳塞、关掉灯，然后上床并遮住眼睛。这一系列动作已经完全形成了他的睡前例行程序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每一个动作都会成为触发睡眠的开关，逐渐关闭这些开关，就能顺利入睡。另外，失眠症患者需要注意的是，为了更容易入睡，不要依赖药物或酒精。如果一定要一时入睡，偶尔服用安眠药是可以理解的，但长期使用绝对不推荐。特别是日本常见的苯二氮平类安眠药，虽然它们对肝脏和肾脏的负担较小，看似容易使用，但长期使用会对大脑产生不良影响。因此，最好避免使用有副作用的安眠药，尝试用无咖啡因的草本茶来替代。此外，睡前饮酒对睡眠非常不利。很多人认为喝酒能让自己放松，容易入睡，但事实上，酒精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毒素会让大脑保持清醒，导致睡眠变浅。这种情况会导致您更容易被稍微的刺激吵醒，甚至因为脱水或尿意而被打扰。酒精对睡眠的影响非常大，喝酒对睡眠毫无好处。北原医生在诊所工作时，他提到有患者停止了酒精和安眠药的使用，并通过健康的睡眠改善了体重，减掉了10公斤，甚至慢性腰痛也得到了治愈。如果你有入睡困难，不妨尝试今天讨论的方法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运动讨厌者必看悬挂健康法的惊人好处。在这个频道中，我已经向大家介绍了许多健康书籍，每一本书都推荐了运动。运动是与饮食一样，健康长寿的关键。想要长寿，就不能避开它，必须进行。但是，尽管我们明白运动的重要性，很多人还是坚持不下来。运动既累又麻烦。根据一位医学部外科教授的说法，过度运动反而会提高死亡率。有一篇关于运动习惯和心脏病死亡率关系的研究表明，如果每周运动超过6天，即几乎每天不休息，与每隔1天运动1次的人相比，死亡率会显著增加。这意味着我们的身体需要休息。持续每天运动会错过让身体恢复的机会，导致身体始终处于疲劳状态，从而缩短寿命。如今，运动界普遍提倡每周休息1到2天。没有休息，身体的免疫系统会下降，健康也会受损。然而，这篇研究并不是说完全不运动更好，相反，他指出完全不运动的人死亡率最高，每周运动1次就能显著降低死亡率。运动频率增加，死亡率继续下降。因此，每周运动3次左右，适度的运动才是关键。那么，什么样的运动对健康长寿最有效呢？刚才提到的专家指出，力量训练绝不会背叛您，尤其是腹肌训练非常推荐。
腹肌是日常生活中较难锻炼的肌肉之一，且随着年龄增长容易衰退，因此特别推荐给中老年人。如果腹肌衰退，骨盆位置会发生变化，从而引发腰痛和髋关节问题。髋关节的问题会引发膝盖和脚踝等部位的连锁性疼痛，因此腹肌训练是维持身体健康的基础。不过，对于那些没有运动习惯的人，突然要求他们开始进行力量训练，可能不太现实。对此，推荐游泳。游泳是一项能够对全身肌肉施加适当负荷的运动，同时也是一种有氧运动，可以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。此外，游泳通过大幅度活动肩胛骨等关节，能够放松脖部肌肉，有助于缓解肩颈痛和腰痛，同时也有助于减压。游泳的另一大优势是，它不像跑步那样对关节造成强烈的冲击。在水中，关节所承受的压力大大降低，因此对膝盖、脚踝和髋关节有问题的人来说，游泳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选择。然而，即使如此，还是有些人觉得游泳麻烦，不想去游泳池。对于这些人，我推荐一种简单又有效的运动方法——悬挂健康法。悬挂健康法可能是现在年轻人不太熟悉的名词，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应该不陌生。上世纪后期非常流行的悬挂健身器材现在已经不常见了，但它的科学效果仍然被认可，特别是对缓解肩颈痛和腰痛有显著效果。肩颈痛和腰痛的缓解方法之一就是伸展身体，但自己主动进行伸展时，往往会限制身体伸展的范围，而悬挂时，重力会帮助我们伸展平时无法伸展到的部位，从而缓解这些不适。长期的肩痛和背痛会导致压力积累，可能进而引发抑郁症，并进而加速认知症的进展。因此，对于那些想开始运动但始终无法开始的人，悬挂健康法是一个不错的起点。对于那些已经养成运动习惯、致力于健康增进的人，有一些运动时需要注意的事项。首先是运动的时机，专家建议最好在饭后1个小时再进行运动。饭后立即运动会导致全身的血液集中在胃肠等消化系统中，此时运动会导致血液流向运动部位，从而影响消化吸收，甚至可能引起腹痛。此外，对于喜欢散步的人，应该选择合适的地点。专家指出，走在柏油路上可能对膝盖和脚踝造成过大负担，走路时最好选择柔软的路面，如土路或草地，或者选择舒适的步行鞋，以减轻关节的压力。最后，在运动时要注意不要过度，特别是中老年人，过度运动可能会导致骨折等伤害，得不偿失。要在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住时停下来，下一次再努力一点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认知症预防的最前沿。无论身体多么强健，如果患上认知症，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，那么显然无法期待一个幸福的晚年。在本书中，我们将探讨如何预防认知症，延长大脑健康寿命的有效方法。可能有些人会做脑力训练，比如解填字谜，来预防认知症。然而，根据本书作者之一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精神医学教授的研究，脑力训练对认知功能的改善并没有显著效果。2010年，针对11430人进行的大规模研究发现，虽然做脑力训练能提高相应游戏的分数，但对认知功能的提升并没有实质性效果。在这项研究中，受试者每周至少进行3次，每次超过10分钟的脑力训练，持续6个月。即使如此，也没有效果。因此，除非您特别喜欢脑力训练，否则没有必要强迫自己进行。若已经开始做脑力训练且觉得有趣的人，则无需停止。愉快的心情对大脑和心理有良好的影响。许多科学家认为，如果脑力训练能够让人享受其中，那么它可能会有一定的正面效果。因此，如果您觉得脑力训练很有趣，继续下去是好事。如果只是为了预防认知症而勉强进行，可能不如找到一个更有趣的爱好。
这对认知功能的改善更有帮助。此外，对于年长者来说，让家人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有时候，老年人的孩子会强迫他们做脑力训练，虽然这是出于对父母的关心，但这种强迫可能反而让父母感到不必要的痛苦。如果真的希望让父母做脑力训练，不妨与他们一起愉快地做，而不是单独强迫他们。关于认知症的预防，研究表明，和家人共度时光，加强沟通也是有效的。因此，既然脑力训练对预防认知症无效，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维持认知功能呢？本书认为，延长身心健康寿命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经常笑。2016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，具有幽默感且经常笑的人更可能长寿，尤其在女性中，这一趋势更为明显。研究还发现，男性随着年龄增长，性格的开朗度逐渐下降，在生活中可能会有一些固执，总是带着不悦情绪，挑剔周围人的老人。这样的人通常容易早逝。如果您自己也是这样的人，那就更要注意了。如果周围的人指出您脾气暴躁或者情绪不佳，你应该努力学会多笑一笑。最近，笑瑜伽作为增强健康的一种方式，引起了广泛关注。就像笑口常开，福运自来那样，笑比不笑对健康更有利。此外，最新的研究还表明，养狗也是延长身心健康寿命的有效习惯。2017年，一项针对340万瑞典人进行的12年追踪研究显示，养狗的人比没有养狗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低，死亡率也较低。2020年，另一项针对2584名儿童的日本研究发现，养狗的孩子比没有养狗的孩子在心理健康评分上更高。此外，和狗狗对视会促进被称为幸福激素的催产素分泌。催产素是一种母性激素，也被称为爱与亲情激素，其分泌有助于改善心身健康。带着狗散步还能增强身体健康，养狗的健康益处不可估量。如果你以前从未养过宠物，不妨趁此机会参观动物保护机构。当然，养宠物要慎重，绝对不能轻易买了又抛弃。如果是高龄老人，或者自己万一去世后，谁来照顾宠物？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清楚，再做决定。最后，我想谈一下认知症的早期发现和易感人群。研究表明，曾经严重受过头部创伤的人，尤其是在年纪较大的时候，认知症的进展可能会更快。如果过去曾经有过头部外伤，尤其是儿童时期的创伤，可能会影响大脑，提前加速认知症的进展。因此，如果有这样的经历的人，到了中老年后需要特别警惕。此外，生活习惯病患者也更容易得认知症，尤其是糖尿病患者，认知症的进展速度较快。患有认知症并伴有慢性疾病的患者，除了自身，家属和周围人的负担也很大。因此，年轻时就要注意调整生活习惯，避免患上这些病症。关于性格，有人说，越是认真严谨的人越容易得认知症，但本书认为这并没有科学依据。认真和直率的人不会有问题，真正的风险在于固执和自负的人。这类人往往不愿意接受自己认知症的事实，也不容易察觉到症状。一旦意识到症状，他们也不愿意接受治疗，从而导致病情逐渐加重。因此，如果自己是这种类型的人，应该特别小心，要认识到认知症，并在早期积极采取措施。认知症是现代医学上无法治愈的疾病之一，但早期发现能有效延缓其进展。因此，及早发现并采取应对措施是最重要的。无论面临什么样的挑战，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，关注身体与心理的健康，都是我们拥有更长久幸福生活的关键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——学识 Plus。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
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